年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18种富贵男人手相，生活富足能享福。男子汉大丈夫，顶天立地，同样也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。男人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给自己爱的人过上好的生活，但我们清楚现实是残酷的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实现这个目标。有些人的财运好，与别人付出同样的努力，却能够获得很可观的回报。那么从手相来看，哪些男人的手相属于富贵手相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中指比较长。中指比较长的人代表着有较强的权力欲和富贵欲，他们的理想目标一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，要出人头地。他们有较强的进取心，做事大气，不拘小节，不会被一些小的财富而迷失方向。这样的人更容易能大富大贵。2. 手指并齐没有缝。除了大拇指以外，伸开其他4个手指并齐，如果中间没有缝隙，连个芝麻也掉不出来。这样的人有较强的存钱能力，不管男女，他们都特别的擅长理财，也不会盲目的开支和花销，生活中精打细算，这类人容易大富大贵。3. 手掌厚实且有弹性。如果一个男人的手掌厚实并且具有弹性，那么就说明他的财运比较好，同时他们又比较聪明，积极努力求上进的男人财运较好，做任何事情都有着坚持不懈的精神，因此无论成就大与小，他们都是有成就的。所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通常都是大富大贵型的，做生意很容易成功，所以一生都不会愁吃穿，自己有赚钱的本能，同时在求财方面比较容易，因此这辈子都不会缺钱花。4. 掌红如血色。手掌颜色鲜红如血的人一般财运好，一生荣华富贵。不过要注意，只有整体长色鲜红如血的人才是命好之人，如果只是部分长色如何，可能预示着身体健康抱恙。如果你长红如血色，但是命却不好，不要太过忧心，可能是时机未到。可以佩戴双瑞吸财手链来催旺你的财运，增加财气。平常还可以多做善事，水到渠成，财运自然而然就会变好。5. 掌中有黑痣。掌中有黑痣的人一般理财能力强，即使年轻时因为家境不好会受很多苦，但是当他们开始工作之后，能够凭借着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番事业。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多贵人相助，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，并且获得上司的赏识，升职加薪，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。6. 手指如竹笋。手指头挺直，有肉不露骨，好似竹笋，整体修长，指节有肉而圆润的人一般财运好。这种手相的人可能是出身名门，从小富贵双全，长大之后能够得到长辈的庇护，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够得到贵人相助，一生富贵双全。7. 断掌。断掌手相不多见，每100人不及10人，其中西方少见，东方人略多。让你通常思维敏捷又大胆果断，这正是赚偏财需要的心理素质，因此赚取横财的机会比一般人要大得多，大富大贵的可能性也比别人大。8. 事业线出色。事业线是手相中的3大主线之一，与一个人的财富有着很大的关系。事业线连贯，没有断线为佳，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，他们的事业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。除此之外，若事业线由多条线纹组合在一起，则代表此人事业类型较多，经过自己的一番努力，在事业上会有不俗的发展，从而带动自己的财运。9. 川字形手相。这种手相是因为手掌中3大主线互不相交所形成的现象。拥有川字形手相的男人，他们的事业心很重，而且悟性还非常的高。这样的男人，他们在事业上比一般人容易获得成功。我们要知道，事业与财运是成正比的，事业得到上升，他们的财运自然也会好起来。此时可以利用双雄催财、吊坠巩固个人财运，好的财运也能够进一步带动事业的发展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。10. 手中钱财纹多。
钱财纹位于小指与无名指中间的下面，有一些细细长短不齐的斜线，以纹路多且深为最佳。这种手相的人，他们的财运比较旺，一生不用为了缺钱发愁。如果是钱财纹深长，再搭配有财库的情况，说明此人存大财，不仅赚钱能力强，更注重的是守得住财。总而言之，男人手中钱财纹多，经过不断的努力，容易成为有钱人。11. 太阳丘隆起。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财富。如果手掌中太阳丘隆起，说明此人很具有赚钱的能力，工作中奖金多，财运上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，并且能够存得住钱，一定不为钱财所累。男的财运好，女的则容易嫁有钱老公，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。12. 太阳丘或者木星丘出现星星。太阳丘或者木星丘出现星星，这两个部位任一个部位出现星星的你，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，心想事成。太阳丘的星星若是连接了婚姻线，将可因婚姻而攀龙附凤，飞上枝头做凤凰。太阳丘的星星若连成了太阳线，将可能因为创作或者艺术才华而名声大噪。如果星星单独出现在这两丘，也将掌握到意想不到的幸运。比如你可能会投机运很强，炒股票赚到一大笔钱，只是这种幸运新闻出现后有时会消失，你能否把握得住，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。13. 财运线伸直。小指根部下面如果有竖线为财运线，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。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的伸直有力，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，代表着财运好，大富大贵。14. 智慧线分叉向上。智慧线分叉向上的你，善于理论性的思考，对于成功率很低的竞赛基本上绝不参与，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，懂得将钱的效用做到最有效的发挥，配合着合理的推理和赌博的强运，你常常不知不觉就赚到了钱，是赚钱能手的类型。这是财运相当不错的相，不止在本行，连在投机事业，譬如不动产和彩券上都可以捞一笔。不过你在金钱上的使用比较的节俭，容易被认为是小气或者铁公鸡，益财而非为财所益，反倒是可以送你的一句话。15. M 字形手相。事业线由手腕处起而直上，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，形成一个斜的 M 字母的手相。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往往不到40岁就已经功成名就，名利双收了，所以是最具有大富翁潜力的掌纹。因此，若是有这种手相，但却认为还不算成功的人，表示不够努力或者方向错误。所以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方向，那么跃升成为大富翁的潜力无穷哦。16. 水星丘隆起。水星丘位于小指下方，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。因此，水星丘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，而且金钱运也相当的好。此外，本身交际手腕一级棒，应变能力也很强，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。17. 太阳线漂亮且有支线往小指方向延伸。太阳线是朝无名指下方延伸的掌线，它代表了一个人的人缘、名誉以及成功，所以太阳线漂亮表示人缘佳，做事容易成功。而往小指方向延伸的支线为财运线，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通常贵人多，理财能力强，有商业头脑，所以变身成为大富翁的几率非常的高。18. 手中多财库。手中的线互相交错，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或的人，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，这些形状为财库，代表着财富。不管男女，他们在钱财上的运气会比较幸运，容易大富大贵。以上这18种富贵手相的男人，今生是不用为钱财担忧的。平日里如果能够多做一些慈善捐助、捐资助学的话，那么自身的运势会越来越好。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穷命相的手相。这种人终身辛劳，但很难挣到大钱，终身志趣难达。有些人出生在富贵人家，
从小锦衣玉食，长大后继承家族财产，一生顺顺利利，不愁吃穿。有些人出生在穷苦人家，一辈子为钱烦忧，每一分钱都要省之又省。如果说有些穷人在一定的年龄还能发家致富，摆脱穷困的生活，那么有一类人却注定要贫穷一生。哪种人一辈子都是穷光蛋呢？穷人手相有哪几种？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手掌细瘦，没有弹性。有的人是穷一阵子，有的人则是穷一辈子。一个人如果手掌长得又细又瘦，肌肉又没有弹性，硬邦邦的，那这个人天生没有福气，赚不到钱，存不住钱。这种人一般都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，父母关爱少，学业未完成就辍学外出打工，小小年纪就要赚钱养家，属于劳碌型的人。没什么存款，好不容易存点钱，还会被家中的事情而花掉，最后又囊中羞涩，经常为金钱犯愁，是穷困之人的一种手相。二、无名指的长度太短。无名指与一个人早年、青少年时期的运势是相关的，也就是说，中指主要反映了我们青少年时期的运势凶吉，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家境好坏的情况。根据手相学的说法，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非常的长，无名指有肉，且肤色红润，这样的手相说明你是一个家境很早、青少年运势很好、受过优良教育且非常聪明的人，你的父母可以给予你很大的帮助，因此在往后的人生里，你也可以过得富贵安逸。但如果你手相中的无名指特别的短，无名指不超过食指第一节的位置，这样的手相说明你是一个早年运势不佳、家庭条件很差且头脑不够聪明的人。通常来说，这样的人求财的道路十分的坎坷，命中的财运也相当的不好，因而注定是贫穷一辈子。三、手指南并拢，指尖缝隙大。这样的人性格清高，不太重视钱财，即使遇到赚钱的机会，如果不合自己心意，或者是有违自己的原则，也不会去做。除大拇指外，伸开其他4个手指并拢，如果中间有缝隙，即连个芝麻也掉出来，这样的男人存钱能力中弱，他们不擅长理财，盲目的开支和花销，生活中不会精打细算，给人一种很贫穷的印象。四、手上财运线弯曲。财运线顾名思义，就是人手相中代表财运的一种手掌纹路。财运好的人，财运线笔只有深度，能清楚地从手掌中看到这些纹路；而财运差的人，财运线往往呈现弯曲、浅显，不易让人发现的特征。财运线弯曲浅显的人，一般是穷苦命，挣钱能力不强，还总是怨天尤人，自身努力也不足，导致在事业发展上也表现平平。同时，财运线弯曲浅显的人，花钱也不加节制，手头稍微宽裕便花钱大手大脚，没钱的时候就只能借钱度日，因此他们既不能好好的挣钱存钱，也不会有积蓄，是穷苦命。五、手掌中有烦恼线。所谓烦恼线，就是手相中的一些杂七杂八的纹路。一个人如果生命、事业、爱情、智慧等基本的手掌纹路不清晰，而其他的杂七杂八的线路却清晰异常，那么这个人肯定精神状态不佳，运势不好，一生也难有平安喜乐。烦恼线清晰，代表这个人一生中会有数不清的烦恼忧愁，不仅情绪状态时常不佳，各种运势也不顺，财运当然也会受到影响。这种人一生总是伴随着各种麻烦和烦恼，刚从这个麻烦中走出来，又陷入另一个麻烦。即便这种人有思想有才华，但麻烦缠身，也无法让他们安心的工作，发展事业，财运也无从提起，因此也会穷苦一生。六、
事业线欠佳，事业线与财运密切相关，没有好的事业，即便是有祖业的庇佑，有家底可以支撑，但时间久了只出不进，或者收支难以平衡，财运上还是会遇到坎坷。事业线好的表现为纹路深厚，有力度，而事业线差的人则表现为纹路浅显，分叉多。事业线不佳的人在事业上难以有所成就，即便能在一定的时间段有所收获，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也总会遇到一些坎坷。同时，事业线不佳的人也不能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在工作中很难与同事搭档，工作中也总会犯错，导致事业发展停止不前。一些事业线极差的人甚至很难有一份长久的工作，或者无法找到工作，可想而知他们的命运也是穷困潦倒的。7. 掌有青筋，一个人的手掌中常有多条明显的青筋，而且连续持续3个月以上，就要小心自身的债务问题了。这种情况可能是会使自己的筋腱遭受损失。由下往上向中指方向延伸的事业线上有倒纹出现的人，往往会因为工作或事业的失败而欠下累累债务。如果一个人的事业线末尾向后延伸到了指缝，则表明他无论怎么努力奋斗，积攒一生的财物，到最后都会尽付东流。8. 天生长有6个指头，天生6个手指的人，早年时期并不会太顺利，因为此手相天生破财手相，是很不吉祥的预兆。天生6指的人通常会被相师断定命运中充满坎坷。在手相学中，天生6指的男性通常在少年时期的运势较不好，不过只要通过积极努力，中年之后的运程就会有大的改观。9. 手掌平薄，中心平，手掌平薄，中心平，没有点肉色的人，无论怎样努力，都摆脱不了贫穷的困境。这就是手相学中所说的离平薄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生都不会有什么大的财运，整日也是辛苦劳作，到头来还是无法实现财官梦想。10. 掌色不住，手指柔弱，手掌血色气色也不是很好，这种人生活中极易破财，需要特别提防。金星丘暗贵的人，近期可能会有财产流失。拇指柔软的人，易因轻信而遭人利用，导致钱财损失。11. 食指过长，食指过长的人，财大气粗的性格使其赚得多，花的也多，往往很难存得住钱。在手相学中，食指通常意味着支配欲、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。食指比较短的人，缺乏进取心与责任感，个性与为人都比较消极，在对待钱财的问题上也是如此。他们通常得过且过，不努力追求金钱，也不会刻意的存钱。食指比较长的人，性格也比较顽强，有非常强烈的企图心。食指过长的人，性格高傲、强硬，爱出风头，他们喜好玩弄权柄，支配他人。财大气粗的性格使他们往往很难存得住钱。这种类型的人，钱赚得多，花的也多，所以必须在平日的生活中节制挥霍浪费的欲望，逐步改变奢侈享乐的消费习惯，才不至于使自己在急需用钱之时沦落到1分钱逼死英雄汉的地步。12. 理财文不清晰，钱虽然不是省出来的，但一定要学会如何安排与规划。有一些人并没有太大的收入，但每年依旧可以存下不小的一笔钱，这主要归功于这部分人善于理财，眼光独到，知道预判风险，才可以用钱生钱。这类人的理财文往往清晰明了，让人一看就印象深刻。反之，那些没有理财观念的人，手掌上的理财文通常很浅，且杂乱无头绪，这样的人注定了留不住钱财。理财文不清晰的人，后天也无法改变，因为他们在钱财这方面的规划性始终欠缺，哪怕再努力也没用。
手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人们生活的环境和命运，不过也并不都是绝对的。前面提到，一些手相比较不好的人，在一定的时间地点，或许会遇到生命中的贵人，只要抓住了机会，或许也有翻盘的可能性。最重要的是，大家要看清自己的手相中，哪方面相对比较弱，就可以针对性的在这方面做出努力，以后也许会得到改善呢。好了，今天的分大家好，我是小酱汁，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一罗穷，二罗富，十罗全皇帝命，看看你手上有几个罗。在我们当地有这么一个说法，就是根据你食指的纹路来看你的命理，看看你是否是富贵命。从小就听爷爷奶奶说过，这个你知道吗？先来普及下什么叫螺。螺，软体动物，体外包着锥形、纺锥形或椭圆形的硬壳，简单来说就是指圆形的纹路，很多地方也叫它斗，与之相对应的叫簸箕。小编今天就给大家说道关于螺和簸箕富含的生命意义。一罗穷，二罗富，三罗四罗开当铺，五罗六罗会存钱，七罗八罗考状元，九罗十罗不下田。10个簸箕，0个罗。此人直率，与人为善，埋头苦干，脚踏实地，不善于耍花样，爱一个人很爱，恨一个人很恨。9个簸箕，1个罗。罗在左手，此人坚定，心理素质好，是做大事的材料，但有时一意孤行，容易遭受挫折。不过失败之后总能东山再起，在爱情上热烈似火。罗在右手，此人性格独立，有领导能力，个别时不择手段，最终注定是成功者，大众情人型。1个罗时运并不佳，必须靠个人的奋斗取得成就。8个簸箕，2个罗。罗在同一只手，性情温和，人际关系良好，有时缺乏远见，在坎坷之时有贵人相助。罗在2只手，性格开朗，好奇心超强，做事往往欲速不达。2个罗的人颇有异性缘，却总是难见中意者，适合在演艺圈发展。7个簸箕，3个罗。罗在同一只手，头脑聪明，做事努力，多为中层领导，但又是家庭型，一生一世对配偶好。罗在2只手，属于全能潜质，只要有机会和足够的时间，能胜任各种工作，感性和理性相配适度，运气极好的完美配偶型。6个簸箕，4个罗。罗在同一只手，表面明朗，内心孤独，以个人为中心，完美主义者，爱情多波折。罗在2只手，低调，通情达理，有才有貌，深得周围人喜欢，爱情一帆风顺，适合在有关文字领域的发展。5个簸箕，5个罗。同一只手，个性强，对现状永不满足，因此很多事不如意，与1个斗、2个斗、3个斗、4个斗的人合作，才能万事顺利。在爱情上要求不高，一点点温柔即可满足。2只手，善良，更多为别人着想，温顺，耐力好，运气中上，在爱情方面喜欢沉湎于异性偶像。4个簸箕，6个罗。罗左多右少，有野心，喜欢想入非非，少时不顺，青年之后好运一路飙升，令周围人羡慕。故乡之外为理想发展地，对异性的要求是矛盾的，
最低又最高。罗左少右多，经常感情用事，自信和自卑同样强烈，成功需外力协助，爱情平稳，缺乏波澜壮阔的高潮，一生幸福。罗左右相等，还算开朗，爱幻想，内心多虑，缺乏安全感。实际上此类指纹运气佳，多是杞人忧天，在爱情上失意多于得意。3个簸箕7个罗，罗左多右少，内向型，脾气不太好，为了自己的目标能够持之以恒，未来功成名就。不过不适合做王，只适合做相。切记要在恋人和家庭方面多投入一些。此类指纹的女性在爱情上渴望王者英雄，配偶往往平凡，不过一生平安幸福。罗左少右多，敏感型，对很多事情了如指掌，只是不愿意表达，个别时狂热，骨子里对人友善，却总是被人误解。遇到不合适的异性，两人矛盾不断，遇到合适的异性，一拍即合。2个簸箕8个罗，罗左多右少，看似平和，实则挑剔，时而快乐，时而忧郁。好运气总是在期盼中不来，无意中却得到多多。感情丰富，身体健康，在爱情上是不现实的人。罗左少右多，自尊心强，有志气，性格双重，和周围人比起来，运气总是不佳。不过只要努力，最后你的成绩往往超过那些运气更好的家伙。对爱情最执着。罗左右相等，善良，中年之前运气不佳，需1个斗相助才能变倍为幸运。在爱情方面，幻想多于行动。最后2个罗都是不用下田的命，你赶紧看看自己的手纹是不是9罗或者10罗吧。1个簸箕9个罗，罗左多右少，热情积极，理解力超强，善于变通，有活动能力，富有同情心，不喜欢追人，喜欢被人追。罗左少右多，理想远大，与现实距离最远，最适合做情人。0个簸箕10个罗，善良固执，外表坚强，内心柔弱，多在艺术上有所成就，运气中上，不过呈上升趋势，一直到老。厚情薄命，情痴型。今天就讲述到这里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有好的建议，欢迎留言评论，下期再见。